各位喜欢兰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兰花频道。又到了我们小马克的时间，安格斯在这个影片为大家带来了我5颗里面的头3颗小马克，编号1、2、3。这一次的开花周期呢，我觉得可以称得上是小马克自由了。这边的3颗是我5颗里面株型稍微比较小的，但是其实它随着时间推移，它们也长得蛮大了。只是刚买回来的时候呢，我为它们的编号就是1、2、3哦，所以这个影片就还是把它们当作1、2、3来介绍。那这个影片呢，我就不单一为它们个别做解说，而是给你们看一下这3颗在一起时候，它们抽花梗到长花苞、开花的一个过程。小马克其实在欧美来说是比较难找的一款兰花，但是就是有几个循环，每几年是一个循环，会有厂商可能一批一批做出来，成熟到能够开花到能够卖，这样子每几年就会有讨论。那最近的话呢，感觉好像又有一些人在讨论了，所以有想要入手小马克的呢，可以到各大兰园，美国这边境内各大兰园去网络上面去找。我这几颗是在 Joseph Wu 兰园他们来美国参展的时候，跟他们用预购的方式，然后他们到美国境内之后呢，再用邮寄的方式到我住的地方。当时我还在纽约那我现在已经在德州了，所以天气是很不一样的。但是呢，他们的这个养护方式呢，还是持续啦，就是给1/4杯的水量。那这边的1/4杯呢，不是它种植容器的1/4，而是它这个我们一般煮饭或是做烘焙，他们这个量杯上面的1/4杯，所以这个是很固定的一个比例。因为我尝试了很多水量然后我的目标是要他们能够达到干湿循环在1周之内，因为我的习惯是1周，我每1周给水嘛，所以1/4杯那个量杯1/4杯。那你可以上去网络上面 Google 一下1/4杯它大概是多少 CC。那这边就是给你看一下，当时这3颗已经几乎快要完全打开开花所有花苞的一个状况。好，那因为它们是摆在花架的最外面一层，那比较靠窗户一点，所以呢，我就让它们花梗自然下垂，我就没有特别为它们花梗去做支撑所以这一次长出来就感觉就是一排的效果。那这边是因为要给他们浇水，所以对他们做了一些挪动，就刚好放在这边，也拍了几张照片给你们看一下当时他们全部打开花苞之后的一个样子。那很明显的有右边的2颗，它的花梗有比较长，朵数稍微比较多一点。不过呢，他们从我小苗养到现在呢，基本上已经是差很多了，已经进步非常好。因为从刚开始小苗就是一次来个1朵花，然后隔年是2朵花、3朵花，一直到现在它能够一次开就是平均在5到7朵之间，更好一点的就是能够到8朵、9朵。不过呢，5到7是这几株兰花它们目前的一个非常平均的表现。那这边你也能够看到它的根系长得相当的不错。那如果要它根系长得好呢，其实就是说干湿循环你要做得好，然后养分要到，阳光要好，其实各个条件都很需要到位，你的兰花整体才能够长得好。但是就我个人的观察呢，其实在干湿循环上面如果做得到位的话，它的根系比较能够长得好。
特别是不要说长得好，你要维持它不烂根，其实一定要做好干湿循环。那你干湿循环做得要好，先决条件是你要知道怎么控水嘛。那这控水的部分也不是说每次告诉你1/4杯差不多60cc 这样的水量去浇就没事，因为还要看你的容器大小。如果你的容器比较大，植株比较大，根系比较多，你的1/4杯可能不够，可能太少了。它一样1个礼拜能够干湿循环，但是它不够的情况，可能在第2、3天它就已经几乎70-80%干了。所以这部分是你要去做一个尝试，然后一直去观察。那以这些小容器来说，1/4杯在大概第6天左右能够到80-90%干以我这边的环境来说。还有这个还没有探讨到你在你当地的一般的湿度因为如果湿度越高，你如果同样1/4杯，可能呢要7-8天才会完全干。那在我的地方呢，可能我的湿度只有50%，甚至更低的话，我可能第5天1/4杯在这样同样大小的容器，可能就会干掉。那这边是给你看一下我另外2株小马克，这2株是当初个体稍微比较大的，然后根系比较多，叶子各方面叶展也都相对前面3颗是比较茁壮的，所以它们的编号就是4跟5。那这边呢，就是它的气根很多，然后根尖也都有积极在生长的状况，所以这2颗呢还是处在生长期，而不是在它开花的那个周期。那这边其实只是给你们看一下当时的状况，但是其实我对这2颗的接下来呢的这个动作就是要为它们进行换盆，因为它们的容器还是一样比较小我只是把它架高，但其实它不是种在真正的这个蓝色的这种容器里面，而是它的那一杯最那一杯，你看到其实也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容器那因为根系足够了，所以我要把它们换到大一点的容器，所以它们呢就能够继续的长大比较多根系在介质里面的话，就能够更良好的吸收水分跟养分，那它植株也会长得更茁壮。至于给它们的水量，就要等到换好盆之后呢，经过尝试才会知道1周干湿循环需要多少的水量。以上就是今天为您带来的影片。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请帮我在影片的下面点个赞。如果你要继续与我一起学习怎么养兰，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谢谢您的观赏，我们下次再见。